如果国会不能去查弊案，那他还可以干什么？查了弊案之后能够做什么？对大法官去分享公民课本上所上最基本的概念，竟然没有在讨论是否同意释宪案申请。监察院说啊，我的权利被侵夺了，你是侵夺在哪里？监察院为什么不行使他们专？调查完他都有问题，叫他更正啊，你为什么不弹劾他？很简单吧，你们法务部废了吧？你干嘛还要检察官啊？照这样，检察官应该改立监察院才对啊！你当大法官能够做什么？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如果国会不能去查弊案，那他还可以干什么？请大家记住这位大法官，黄大法官昭元查了弊案之后能够做什么？你当大法官能够做什么？大法官哦，以为他们还是那个只手遮天的时代，真的是如此吗？到底算不算立法院的宪法上那个所谓的目的性的权利？查了弊案之后能够做什么？不能够查弊案，还能监督吗？他还能制衡吗？他还能审预算吗？今天大法官很认真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是不是这个大法官显著的跟社会产生脱节了？大家对国会的期待是什么？什么是国会？国会是老百姓一票一票的投出来的国会议员，这些立法院就是我们的国会嘛。国会你看它本来就隐含着所谓查弊防弊的功能，普世皆然。我没有想到说，在2024年的今天，我们还要对大法官去分享我们在公民课本上所上到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不从实去讨论，你跟他寓于在文字上，在定义上继续进行讨论的话，你一定会发疯，整天辩经哦，辩论的辩。其实如果是调查犯罪事实，是司法院的司法侦查权；调查公务员有没有违法失职，或公务机关有没有违法失职，是我们监察院的调查权。那请问立法院调查权的目的到底在查什么？立法院在监督的事情跟监察院在调查的事情是平行的状态。立法院跟监察院彼此之间的权力有没有互相交结、互相拮抗？大家都知道，立法院跟监察院会互相拮抗嘛。本来五权分立的重点是分立，而不是制衡。制衡主要在三权之内，也就是行政、立法跟司法，这三权是主要相互制衡。监察跟考试主要是分立，避免在制衡当中出现弊端嘛，所以我把它分立出来哦。还是查完以后你要送给监察院看看要不要弹劾，送给司法机关看看有没有违法。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还要送给立法院，还要送给司法院，那你调查干嘛？彰滨工业区违法开发，这两条平行线的调查各自在履行，这两个宪法机关有没有相冲突？没有相冲突，各自调查没有相冲突。其实啊，这就当初设计这五权宪法的逻辑，不是吗？监察院你尽管查你监察院的，但立法院你也可以去调查你立法院的。我做了你不能做，你做了我不能做。监察院去调查，跟立法院去质询，那因为质询的需要而形成的调查，请问有什么冲突？竟然没有在讨论是否同意释宪案申请这件事，特别是监察院的释宪案申请，就监察院说啊，我的权利被侵夺了，你是侵夺在哪里？所谓的侵夺是指你没办法行使权利，你的权利难道是寡占的吗？如果照监察院认为监察权，它监察权里面所附带的调查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的行使是寡占的话，那很简单吧，你把法务部废了吧？你干嘛还要检察官啊？照这样，检察官应该改立监察院才对啊！你这样干脆重新写宪法算了，对不对？你把检察官改到你下面去，但法官也很简单，法官审案的时候也不能审案，法官就不能在所谓检辩双方之外再去进行他自己所谓的相关的调查跟查阅。如果照这样的话，法官就只能就检察官给什么，检辩双方给什么，我就他们给什么。法官是有权利自己去再去另外找证据进来补强自己的新政的权利，那法官也不能干这件事啊。那法官你行使裁决之外的权利啊，你怎么可以调查？在调查，请函请监察院帮你调查，请函请检察官帮你调查，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哦。就是本来就没有冲突的事情，就最扯淡的是监察院平常根本站着茅根不拉屎，更扯的是你监察院连开你的院会都没开，然后你的监察院的秘书长李俊毅也是民进党前立委，就熊熊的跳出来说：“哎呦，我们要来申请释宪了啊！”然后当记者问说：“哎，请问秘书长啊，你们开过院会了吗？”哦，我想陈菊院长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就会再开院会。哇靠，这是
洗碗社视野，好，这是非常的荒唐的一个事情了哈。我们唯一有的抱怨只有监察院为什么不行使他们专？你都调查完，他都有问题，叫他更正，你为什么不弹劾他？监察院最强大的武器就是弹劾，弹劾权当然还有移送啊，移送是指让检察去查嘛，弹劾是什么？我查完你有问题啊，我直接弹你啊，弹你很严重哦，对公务人员很严重哦，吃考绩的你知道吗？这事情是很严重。当然现在弹劾权没有以前那么有威力了啊，以前那个被弹一次啊，搞不好终身黑掉，连升官都别想了，对不对？考绩也黑掉了，弹完之后还是要移送检调的啦。他去整理了一个什么叫法庭之友，这不是青鸟的团体吗？没有一个认为是合宪的，通通认定是违宪，除了不评论之外，通通判违宪。帅哥律师有没有拿时事结合议题来讽刺在野党？所以我们发现说竞争这个反咨询者，如果要照委员的定义，他发现什么问题一直在纠结反咨询，反问无关的问题，以问答问，反问吗？你直接说报告委员，您的问题意识我不够清楚跟了解，是否可您再解释一次？结束了，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反咨询。如果是，难道国族自我认同议题不能被尊重、被讨论吗？如果这不是反咨询，那又什么会是反咨询？我们其实很想请教委员，哪一个立法委员问这种问题，本身素质就非常低下。这种回应方式如果搬到立法院质询台上，会不会被记者处罚？国族没办法讨论，只能变成是非题的那个叫做民进党，拿民进党的剑去斩在野党的委员，然后回过头来说，你看在野党的委员会拿这支剑来砍我，这不就是你吗？到现在不过他很认真啊，他还硬要扯到中国，这是搞认知作战嘛？这个李全和就是这个样子啊。其实你去看民进党的这些人，他们这些包括青鸟，他们整个形成了一整套的一个系统性的，这人太多，堆叠的太厚，即便不合理也被凹成合理，这叫做量变带来质，因为他们有4层嘛，反逻辑也可以变正逻辑，跟法条跟预算有关系吗？反制兼反逻辑，在那边鬼扯淡一大堆，然后还敢在那边跳出来那边讲。所以这是不要脸的一个行为。第一个，判处违宪，而且违宪的比例很高的机会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我看到这张表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民进党是铁了心要搞事的啦，绝对没有要任何退让意思。你看这张图的时候，这很明显的嘛，全数违宪嘛，他就要告诉你全数违宪。事实上，当6点暂时处分做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预言了全数违宪。虽然今天我不管访问了郑丽文或访问了张思刚，他们都还是认为国民党的政治人物还是认为说应该不会全数违宪，但我个人认为全数违宪的机会是非常高的，哪怕没有全数违宪，几乎违宪几乎全数违宪也是差不多的，至少个8、9成，只有那些叽里嘎啦的东西不违宪，其他通通都违宪。0%到100%，你觉得几%违宪？0%就是全部都合宪，100%全部违宪。我认为至少高达90%、95%以上，而且是核心条文通通违宪，叽里嘎啦的看情况通过，假装一下中立。但我认为全数违宪机会更高，因为赖清德就想要这样干啊。那这些大法官已经充分展现出他们的一个，包括他们的什么，包括他们的律师，可以公然的在宪法法庭上鬼扯淡，随便就可以破解他的逻辑的，只要说2句话就打脸他的人，就可以打脸他，他可以在那边讲了一副我好帅、我好屌、我好行。